这些戴着面具的男人非富即贵，他们隐藏了显赫身份的同时释放出腐烂的灵魂。他们挑选出中意的年轻女孩，带进码头的集装箱肆意妄为。而这场极其隐蔽的肮脏交易，竟是从一对夫妻开始逐渐浮出水面。在外出差的妻子突然给自己发来一张图片，内容竟然是一个男人用妻子的手机拍的自拍照。想起妻子出差前避开自己接的那个电话，他感觉不对劲，便给妻子发去信息，质问照片上的男人是谁。发完后他等不及回复，便又直接把电话打了过去，但妻子那边却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。于是他打电话到妻子的公司，拿到了他们公司驻外定点酒店的电话。结果打过去之后被告知，他妻子根本就没有入住这家酒店。就在这时，他又收到了妻子发来的一段视频，内容是一个酒店门牌号码，玻璃上映出了正在拍摄的还是那个男人，紧接着是妻子脱下的鞋子、衣服还有假发，而下一个视频直接变成了在床上睡觉的妻子，最后是赤身正在拍摄的神秘男子。他立刻把电话打了过去，接电话的果然是个男人，对方称他妻子不方便接电话，还说自己是知道他妻子秘密的人。说完便挂断了电话。这时他无意中发现一辆车子特别可疑，似乎一直在跟踪自己。他刚想上前查看，那辆车却径直向他冲了过来，把他直接撞飞了出去。随后车上下来一个光头，走到他跟前，用枪瞄准了他的脑袋。枪里并没有子弹，光头随即便转身离开了。这又是怎么回事？大山完全懵了。他找到跟自己律所合作多年的私人侦探小左，让他帮忙调查此事。小左查了他妻子所在城市的所有酒店，根本没有他的入住信息，因为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，也无法给他定位。小左问他妻子最近有什么异常，他仔细回忆了一下，的确有些反常之处，比如他从来不避开自己接电话，更不会洗澡时反锁房门，而这些都在昨天发生了。大山让小左立刻展开调查，然而到了晚上，他却突然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。他声称自己一整天都在开会，而且就住在他们公司定点的酒店。大山问他白天的事，他却说既没有收到大山的短信，也没有给大山发过照片和视频。而当大山提出要飞过去找他时，他却以各种理由拒绝了大山，随后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从妻子电话可以判断，他现在是自由的，应该不是被绑架。大山不相信妻子会背叛自己，可他为什么对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？没过多久，小左便找了过来，他告诉大山，撞他的那辆车是从机场的一家公司租来的，租车的这个人叫老白，正是视频中的那名男子。并且他还查到，大山把妻子送到机场后，他并没有乘坐航班，而是从机场打车离开了，信用卡支付车费32欧元，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离开这座城市，并且他还取走了他们的所有积蓄5万欧元。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，妻子再次给他打来电话，但电话接通后说话的却是老白。老白告诉他，他们家的门铃会在30秒之后响起，如果他透露半点与他相关的事情，他就割掉他妻子的舌头。说话间，家里的门铃便响了起来。大山示意嫂子先不要开门，很快一张名片从门缝塞了进来。大山看完名片后起身打开了房门，外面站着的是一位金发警官，而他却是为了一桩命案而来。死者生前联系过的一个电话正是从这里打出去的。这个修女白天规规矩矩保守沉稳，一到晚上却会变身性感女郎，出入各种夜店酒吧，生活可谓是多姿多彩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她却在一天晚上从自己房间坠楼身亡。负责这起案件的金姐敏锐地感觉到，这绝非是一起自杀案件。修女体内的2金硅胶填充物以及身上的汉尼拔纹身，说明她的身份并不普通。而她遗物里的半张照片，上面的女人会是谁？后面的一句原谅我又是什么故事？金姐根据硅胶的编号找到这家美容医院，然而院方却表示，为了保护客户隐私，想要调取资料必须拿到法院的授权令。而当金姐请示上司开具证明时，上司却告诉她开不了，并让她立刻赶回局里。原来上司受到上层的压力，只允许她调查死者的死因，不可以调查她的身份。看到上司都无能为力，金姐只能照办。她再次进入案发现场寻找蛛丝马迹，很快她便发现几个重要线索：马桶内的废弃纸团，房间中间4个凳子腿的印记，她为什么会坐在屋子中间？还有丢失的一个枕套，极有可能就是凶器。于是她立刻通知法医检查，如果尸体的嘴和喉咙里有棉絮物，他们便可以彻底排除自杀的可能性。结果很快出来，尸体嘴里果然发现了棉絮物，而废纸团被修复后显示出了一个电话号码，号码的主人很快被找到。男人承认曾在那天晚上跟死者约会过，然而他根本不知道对方修女的身份，对她的死更不知情。最后金姐他们通过监控也证实了这一点，男人送她回去后并没有跟她进入校园，而跟踪修女进入校园的另有其人，并且这个人离开的时间刚好是在修女死亡之后，无疑这个人就是凶手。金姐还发现，凶手出来后摘掉头套跟手套扔进垃圾桶时，用手扶过街边的一辆汽车。他们立刻找到那辆车，并成功提取到了凶手的指纹。与此同时，校长从修女的通话记录中找到了一个陌生号码，这个号码在修女出事的前2天跟她联系过，并且通话长达6分钟。金姐立刻赶往这个号码的所在地，而等她敲开业主的房门，出来的却是大山。然而大山跟嫂子很肯定没有打过，猜想有可能是孩子们打错了，并且他们也不认识照片上的女人，似乎跟谋杀案并没有什么联系。但时不时望向窗外的大山却引起了金姐的注意。等金姐走后，大山立刻问守在外面的老白妻子的下落。Ab sofort versuchst du nicht mehr, sie zu kontaktieren. Ist das klar? Nicht wegfahren. Ich muss mit dir reden. Nicht, bitte. Hey! Hey! Halt an! Hey! Hey! 而大山没有注意到，此时有个叫胡歌的男人正在观察着他。
他似乎对大山充满了憎恨，原来就是因为他现在的妻子。他跟大山10几年前就已经结怨，当年大山跟大哥去夜店哈皮，本来都已经准备离开的大山却遇见了一个妹子，两人对视一笑，又重新回到舞池，而这一切正好被妹子的男友胡歌看见，于是双方就发生了冲突。结果混乱中，大山把胡歌的小弟阿伟推倒，导致他的后脑碰到石头，当场死亡。为此，大山被判过失杀人入狱4年。胡歌来到警局找到金姐，把大山犯有前科，还有在金姐走后他疯狂追车的事添油加醋的说了出来。总结起来就是大山肯定有事，必须好好查查。虽然金姐并不喜欢胡歌这个人，但大山身上的疑点确实很多，于是他让手下去查，结果发现大山出狱后就加入了哥哥的律所，一直安分守己。后来哥哥中风去世后，他便接管了律所，一直照顾着哥哥一家，并没有查到他跟死去的修女有半点瓜葛。为了进一步核实，金姐让同事想办法拿到大山的指纹，然后跟凶手留在车上的指纹进行比对，而自己则找到阿伟的父母了解情况。伟妈表示她早就原谅了大山，因为在他服刑期间他们就见过一面。大山对自己造成的一切特别懊悔，甚至希望死掉的那个是他自己。在他出狱后，伟妈几乎每周都会跟他见面，甚至很多时候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儿子，而伟爸却始终不肯原谅他，认为4年刑期远远不够。大山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棍，据说在服刑期间也杀过人，竟然还被监狱方认定为意外。于是金姐来到监狱，找到大山当年的室友了解情况。原来大山刚进监狱时总被狱霸欺负，每天都在挨揍，但他并没有就此屈服，而是开始每天坚持撸铁锻炼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几个狱霸就已经不是他的对手，但这也惹恼了狱霸。后来的一天晚上，狱霸再次找到大山，经过一番打斗之后，听见了一声惨叫，狱霸摔到楼下领了盒饭，而大山就躲在楼上的阴影里，很可能就是他一手所致。从室友口中，金姐意外得知，大山极有可能也认识修女，因为当时修女的男友汉尼拔曾被判6个月监禁，他经常过来探监。当时他并不是修女，火辣的身材几乎让每个犯人发狂。大山身上的疑点越来越多，现在只需要拿到大山的指纹，跟凶手的指纹进行比对，基本就能真相大白。然而等他向上司汇报时，却被告知立刻把修女的案子按自杀结案，否则他们的职位不保，因为上层明确表示不允许他们继续调查。另一边，小左搜索了从机场打车32欧元所能到达的所有酒店，除了没有2507房间的之外，他进行了逐一排查，并没有找到老白的订房记录。接着小左查看了大山妻子的电脑搜索记录，结果发现他竟然调查过光头的资料，他的身份竟是一名退休警察。大山完全被搞懵了，妻子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而就在他洗脸时，却在洗手台上发现了一枚螺丝帽，镜子似乎被人动过。再想起妻子临走前进入洗手间反锁房门的举动，他立刻开始拆卸镜子。拿开镜子后，墙上竟然有一个大洞，大山从里面取出一个包裹，里面包着的竟是一把手枪。妻子的身份彻底成谜。正当大山跟小左猜测那把枪的来历时，有人按响了门铃，来人正是金姐。他怀疑大山一直在跟他撒谎，他问大山到底认不认识死去的修女，把他撞翻在地，又拿枪指着他的人是谁？为什么同一辆车又在他家门口出现？他又为什么追着那辆车跑？作为律师的大山当然不会回答任何问题，一句无可奉告把金姐关在了门外。但大山想不明白金姐是如何知道这些的。小左通过在警局的朋友很快就查明了真相，正是早上目睹过他追车的胡歌，是他一直在跟金姐接触。大山怀疑妻子的失踪也一定与他有关，于是立刻找到胡歌，但胡歌这么做似乎只是为了报复大山，对他妻子的事并不知情。等大山走后，胡歌看到了被大山扔在地上的瓶子，他立刻带着那个瓶子找到金姐，为他们提供了大山的指纹。然而通过对比发现，跟修女案凶手的指纹并不吻合。正在金姐陷入迷茫时，国际刑警方面传来消息，那枚指纹来自一名西班牙退休警察，他才是杀死修女的凶手。于是他们立刻对光头展开调查。另一边，小左通过筛查出来的酒店监控发现了大山妻子的踪迹，他被光头和老白带着入住了凯悦酒店。于是他跟大山立刻前往那家酒店。到达酒店后，大山拨通了2507房间的电话，接电话的果然是老白。大山让小左等在车上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小左让他把手机保持通话状态，如果发生危险，小左可以及时支援。大山来到房间门口，用报警威胁老白打开了房门。然而他刚进入房间就被老白偷袭，随后又被老白一顿胖揍。大山妻子听到响动，跑出来阻止，结果被老白重新关回了房间。这时在楼下听到不对的小左也冲了上来，但却一时打不开房门。老白感觉情况不对，拨通了一个电话请示之后，快速收拾东西从后门离开了房间。等小左胁迫工作人员打开房门后，房间内只剩下了大山的妻子。两人搞清楚对方的身份后，赶紧去找大山。跑出去的老白躲进了一处地下通道，而等小左他们找到大山时，他已经支撑不住昏死过去。两人赶紧呼叫救护车。同一时间，金姐找到了光头，但他已经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调查车辆信息时，老白第一次进入警方视线，车子是由他从机场租来的。在尸检时，法医在光头身上发现了一张凯悦酒店的入住清单，于是金姐立刻赶往酒店，而他没有注意到有辆车暗中跟在了他的后面。车上的大胡子属于特案科，正是他们一直在给金姐上司施压，让他们停止追查修女的身份。等金姐来到酒店时，正好跟载着大山的救护车擦肩而过。他通过现场的警察得知，在光头订的房间内，大山因为妻子与一名男子发生打斗，此时他们已经有2名警员陪同去了医院。随后一名警察在地下通道内发现了一具尸体，金姐来到现场，发现正是从机场租车的老白，杀死他的手枪被遗弃在了现场。
这一系列事情把大山、光头还有老白全部联系到了一起。于是金姐立刻让同事打给医院的2名警员，结果2人却以为只是普通的情感问题，做了简单的问询之后，已经离开了医院。金姐让他们立刻回去控制住夫妻2人。而此时大山夫妇已经通过新闻得知了老白被杀的消息，妻子来不及向大山解释，趁警察赶回来之前带着大山离开了医院。他们躲到大山哥哥家中，大山质问妻子跟修女到底是什么关系。原来他早就猜到从这里打给修女的那个电话是妻子打的。当得知修女已经被人杀害，妻子告诉大山他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而大山的要求只有一个，他要知道真相。Was suchst du denn da? 小曼出生既是地狱，妈妈穷得只剩4面墙壁，却还有一个特殊的爱好。因为这个爱好，小曼5岁时就被妈妈遗弃在了这个世界。她没见过爸爸，也不会记得妈妈。她知道拥有家庭才是幸福，但孤儿院每天都在提醒她，她永远都不会拥有一个家庭。于是，一张远亲的明信片成了她唯一的希望。她发誓不惜一切代价让梦想成真。终于有一天，她逃出孤儿院，设法来到西班牙。本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，谁知最坏的才刚刚开始。他按照地址找到表亲，但表亲却早已不在。没钱没身份，让他最后沦为了乞丐，有时还要为了一顿饭铤而走险。要我说，这要是在我们国内，从5、8同城找个工作该有多幸福。然而不幸的小曼最终沦为乞丐，街边的躺椅一睡就是2年，直到有一天被当作流浪汉带到了警局。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驱逐出境，再回到那个他曾逃离的地方。但就在他以为末日来临时，有个叫汉尼拔的人出现，给他缴纳了保释金。小曼吃上了第一顿饱饭，汉尼拔也答应给他一个西班牙的身份。他感觉终于要有一个未来了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未来却是无尽的深渊。他很快就发现，做个普通的服务员根本无法偿还汉尼拔的债务，最终他不得不选择妥协。但幸运的是，他在这里得到了出生以来第一份关爱。小米就像妈妈一样，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，成了他活着的唯一温暖，也成了鼓励他活下去的希望。小米教会他如何生存，学会用另一个自己去应对丑陋的世界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人用他从未见过的最纯洁的眼神看着他，问他的名字。Por cierto, me llamo Matt. ¿Y tú? Olivia. 他们愉快地度过了整个夜晚，并相约第2天再次相见。然而大山心里清楚，自己的保释期已到，第2天必须回到监狱。他隐瞒了自己正在服刑的事实，并且没有奢望他们会有结果。而小曼也感觉自己不配，只把那一晚当成了一场梦。第2天也没有赴约，他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。这天，汉尼拔把他们带到一个码头，因为他准备开展一项新的业务。而就是从这一天，所有人的噩梦开始了。这些戴着面具的男人非富即贵，他们隐藏了显赫身份的同时释放出腐烂的灵魂。他们挑选出中意的年轻女孩，带进码头的集装箱肆意妄为，但他们不会想到，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已经被摄像头拍了下来。这就是汉尼拔的新业务。小米、小莱还有小曼的职责是监督这场罪恶的狂欢。消息很快传开，越来越多的重要人物来到这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恶魔加入进来。从那天开始，一切都永远的改变了。女孩被他带走时向小莱求救，但他们却无力阻拦。集装箱内女孩的惨叫让人毛骨悚然，直到她满脸是血的逃了出来。Tranquila, tranquila, tranquila. ¡Nada! ¡Candes! ¡Nada! ¡Candes, bueno! ¡Nada!小兰被活活打死，而汉尼拔却只是让打手老白处理完尸体抛尸大海，回头就找来了绿茶代替小莱的位置。小莱的死被他当成了生意的消耗品。小米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怒火，他向汉尼拔抗议，表示绝不再帮他去控制那些女孩，然而却换来了他的一顿毒打。幸亏艾玛出面，以第2天还要让小米工作为由拉住了汉尼拔。也就是从这一次开始，艾玛跟小米姐妹逐渐走到了一起，并让他们小心刚来的绿茶。 Emma. ¿Por qué seguís con él? Que esté con él no significa que tenga más libertad que ustedes. 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为了能离开这里，他们开始偷偷拿走汉尼拔的钱。虽然曾经被怀疑，但艾玛一直在背后保护着他们，然而却没逃过绿茶。当他们攒够了钱，似乎已经看到了未来，却被绿茶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。绿茶随后就找到汉尼拔告发了他们，于是他们的钱被全部拿走。接下来又是一顿毒打，这一切艾玛全部看在眼里，而且绿茶正在慢慢取代他的位置。于是一个计划在他心中慢慢形成。艾玛设计了一个计划，可以让他们3人逃离这里。原来汉尼拔的新项目并不是为那些权贵提供服务，而是利用偷拍下来的录像勒索他们。但汉尼拔犯了一个错误，他勒索错了人，一个可以毁掉他和他的整个事业的人。他就是杀死小莱的27号。只要拿到他的录影带，就可以掌控汉尼拔。这些录影带全部存放在汉尼拔办公室的保险箱内，而艾玛早就得到了密码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行动的当天，小米却突然被派出去见客户。
为了赶在27号之前拿到录影带，艾玛跟小曼决定立刻行动。他们在俱乐部营业之前，趁汉尼拔巡视期间偷偷溜进了他的办公室。艾玛拿到录影带后，小曼拿出小米搞来的那把手枪，他们需要用录影带从汉尼拔手中换回3人的护照和足够多的现金。然而就在这期间，汉尼拔已经发现27号录影带不见了，但他首先怀疑的是绿茶，因为上次绿茶来告发小曼他们藏钱时，正好看到他把录影带放进了保险柜。结果他再三逼问，绿茶始终不肯承认。恼羞成怒的汉尼拔摸起重物一顿猛砸。等小曼跟艾玛走进来时，绿茶已经被砸得血肉模糊，爹妈不认。艾玛拿出27号的录影带，跟汉尼拔提出交换条件。汉尼拔这才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，但出于无奈，他只好同意交易。然而他在取钱时却偷偷把手枪藏在了手里，于是，在跟艾玛交换时趁机挟持了艾玛。小曼迟迟不敢开枪，结果被汉尼拔一枪击中，局面瞬间被汉尼拔控制。艾玛眼看就要被他活活掐死，旁边的小曼挣扎着拿起枪扣动了扳机，这个恶魔就此领了盒饭。如今局面完全失控，艾玛努力让自己冷静，看着被彻底毁容的绿茶，他很快有了主意。他让小曼跟绿茶互换了衣服，然后把小曼的护照装进绿茶的口袋。艾玛告诉小曼，他们来不及等小米回来了，并且他们需要小米向警察证明死去的是小曼。再说现在汉尼拔已死，回归自由的小米可以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。Que va a pensar que estoy muerta, que no me puedo hacer eso. Pues lo vas a tener que hacer. Es eso que nos maten a las 3. 艾玛给小米留言说计划失败了，汉尼拔杀死了小曼，又威胁自己跟他跑路。最后他们拿上保命的录影带，把汉尼拔抛尸大海后远走他乡。艾玛的计划果然奏效，警察认定了死去的就是小曼。小米看着被砸得面目全非的小曼，悲痛欲绝，他向警察揭发了汉尼拔所有的罪行。而此时的艾玛带着小曼逃到了巴塞罗那，找到一个在修道院担任院长的朋友帮忙，给他们弄到了新的身份。他们把那盒录影带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设置了2道锁，两人各拿一把钥匙。最后艾玛留在修道院做了一名修女，而小曼则成了一名职业女性。他们只是偶尔会秘密会面，本以为可以就此隐姓埋名度过余生，但他们却并没有逃离过去。几年后的一天，小曼因为业务来到一家律所，而这里的老板正是大山。他们再次相遇了，他本以为自己已经彻底摆脱了不堪回首的青春，然而一个电话彻底打破了他的美梦。 ¿Me llama usted? Sí, soy yo. Le llamo en nombre de los padres de Paula, la hija que dio en adopción. 原来小曼在俱乐部工作时，曾经不小心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。后来为了不让她跟着自己在地狱中长大，她忍痛让艾玛把孩子送去修道院，希望能被好的人家领养，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没想到这么多年又重新得到了女儿的消息，于是她骗大山自己要去外地出差，而等大山送机走后，她迅速离开了机场，因为对方答应带她去看孩子，但条件是要她支付5万欧元。于是小曼取了钱后，来酒店跟打电话的人见面，而开门的正是打手老白跟光头。原来光头就是当年调查俱乐部凶案的警察，他在调查中发现，以小曼的身份死去的绿茶根本没有生育能力，而小曼却生过一个孩子。于是光头洞穿了真相，看着女儿从小到大的照片，小曼以为他们只是为了钱，便把钱交给了他们，然后在酒店等他们把女儿带来。然而小曼想不到，他们的目的不仅仅如此。在等待期间，小曼迷迷糊糊睡去。也就是在这期间，老白用小曼的手机拍下视频发给了大山，接着大山又被光头开车撞飞，并用手枪对他进行威胁。大山认定光头和老白的所作所为绝非仅仅是为了钱，这一定是个大阴谋。然而小曼却顾不了那么多，因为女儿的养父母再次发来信息，跟小曼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小曼决定冒险，因为她不想再次失去孩子。 Hay una cosa en la que no te he mentido nunca. Te quiero. Te quiero más que nada en este mundo. 而另一边，特案科的胡子找到金姐，要求他交出与修女案有关的所有信息。原来这是他们10年前就开始跟进的案子。胡子当年作为卧底进入一家俱乐部，寻找老板汉尼拔的犯罪证据。他发现汉尼拔的新业务不是为权贵们提供服务，而是偷拍他们的恶行，对他们进行勒索。当胡子掌握了他的证据，准备对汉尼拔采取措施时，却在那天晚上所有的事都发生了改变。小曼惨死在汉尼拔的办公室，艾玛跟汉尼拔带着那些录影带离奇失踪，而同时消失的还有绿茶。如今艾玛以修女的身份被人杀害，胡子拿到了院长为他保存的那把钥匙，而另一把钥匙跟汉尼拔毫无线索。光头杀死艾玛会不会也是为了寻找录影带？又是谁杀死了他跟老白？跟他们纠缠不清的大山又扮演着什么角色？他们绝不允许让其他人得到这些录影带，因为这里面的人物甚至会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动荡。然而在他们接下来的调查中，有一个当年俱乐部的老顾客提供了一张照片，结果金姐惊奇地发现，当年死去的小曼竟是大山的妻子。原来真正的主角不是大山，而是他的妻子小曼。很快他们通过小左定位到了大山的藏匿地点，并迅速将他们包围起来。此时小曼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，以为警方通缉的还是被定为嫌犯的大山，于是他让大山从后门逃走，前往马贝拉见自己的女儿，自己则从前门出去给他争取时间。然而小曼被控制后，胡子却强行让金姐离开，不允许他再继续跟进此案，而他跟搭档一同带着小曼前往他的家中，他们的目标是小曼手中的钥匙。胡子答应小曼，只要他交出钥匙，便跟他签署一份协议，停止一切跟他以及大山有关的调查活动。最后小曼交出了钥匙，胡子让搭档前往录影带的藏匿地点核实。
而当搭档拿到录影带后，胡子却让他先不要告诉任何人，立刻带回来对内容进行核实。而他向上司报告时却说盒子是空的，并且要求上司继续通缉大山。而接下来他的一个动作让小曼想起了一个人，原来胡子就是当年的27号。他在做卧底时早已迷失了自我，沉浸在变态的人格中不能自拔。小曼快速进入洗手间，强作镇定后迅速开始拆卸镜子，而外面的胡子也似乎有所察觉，拿起了手枪。这个女人意识到了危险，她拉栓上膛，双手握枪慢慢向门口移动。门外的男人同样瞄准门口后撤5步，死等女人出现。女人打开门栓，轻推房门，诱敌深入。此时两人谁也不动，都死死盯住门口，随时准备击杀对方。时间过去7点09秒，还是小曼最先沉不住气，她一脚踹开门，同时开枪射击。结果乱枪过后竟然没有看到胡子的影子。然而就在小曼疑惑间，胡子突然从墙后闪出，开枪还击。小曼赶紧躲避，两人再次陷入僵持。此时他们彼此都明白，无论对方谁活着，对自己都是致命的威胁。就在他们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，胡子的搭档带着录影带赶了回来。他不清楚房间内的情况，慢慢打开房门并拔枪防御。为了不让自己陷入困境，小曼赶紧揭露胡子录影带里有他在俱乐部虐杀女孩的罪证，但胡子却在努力狡辩。于是小曼让他的搭档查看27号录影带，搭档似乎相信了小曼的话，开始尝试找出录影带。胡子知道后果会是什么，于是抬枪瞄准了搭档。此时的搭档确信小曼说的都是真的，但已经太迟了。随着一声枪响，搭档就此下线。胡子已经大开杀戒，小曼心里清楚，自己不拼一把肯定是活不成了。他一咬牙开枪射击，冲出洗手间，快速躲到一根柱子后面。此时录影带就在他脚下，稍作喘息之后，他回手连开2枪，趁胡子躲避的机会拿起装录影带的皮箱，开枪击碎玻璃，从窗户跳了出去。小曼逃上公路，截停一辆汽车后，快速驾车甩开了追来的胡子。胡子赶紧开车去追，但小曼早已没了踪迹。他立刻拿出设备定位小曼的手机。与此同时，小曼正在联系金姐。Uno de los hombres de la UDE está implicado en las cintas. Ha matado a su compañero. Si van a mi casa lo van a encontrar allí. Dígame dónde está. 小曼还没说完，胡子就强行中断了他们的通话。接着他打电话给上司，把同伴的死嫁祸给小曼，并请求追踪小曼劫走车辆的定位。很快那辆车的位置被锁定，但等胡子赶到时，小曼已经不知去向。但他发现这里所有的货柜都是去往马贝拉，于是他立刻开车赶往马贝拉。他猜的的确没错，此时的小曼正躲在一辆前往马贝拉的货柜内。来到马贝拉后，小曼立刻赶到短信中的那个地址，本以为会见到自己的女儿，但他却见到了另一个人，小米。看着人过中年的小米依然还过着他曾经逃离的生活，再想到这些年自己对他的愧疚，小曼禁不住心如针刺。最后小曼在后台找到小米。小米把小曼带到自己的住处，小曼跟他讲述了当年发生的一切，并告诉小米有人跟他约定在这里可以见到女儿。因为小曼的手机已经被胡子切断信号，于是小曼用小米的手机尝试跟发信息给他的号码联系，但对方却始终处于忙音状态。于是小米带他来到门外的电话亭，结果等小曼拨通号码后，身后小米的电话却响了起来。¿Qué me has hecho? Mi bebé. 闺蜜的伤到底能有多深？当年小米像妈妈一样保护着小曼，面对危险每次都是她把小曼挡在身后，承担下所有毒打。再以为小曼死后，她一直因为没有保护好小曼而不能原谅自己，酗酒堕落又不能养活自己，最后再次回到地狱般的生活。为了给小曼报仇，她雇佣退休警察光头寻找汉尼拔的下落。然而当小曼的女儿找到他时，光头却从中找到了线索。当年那具尸体的尸检报告显示，死者终生不能生育，也就是说死者不是小曼，小曼还活着。小米完全不敢相信，她接受不了小曼对自己的欺骗，所有的爱瞬间化作100倍的恨。于是她让光头和老白开始查找小曼的下落。他们顺着小曼女儿的收养线索找到修道院，在这里老白认出了化身修女的艾玛。Hubiese deseado que las dos estén muertas. 另一边，大山到达马贝拉后，在机场被警方抓获，这让追过来的胡子看到了机会。他去警局找到大山，说明自己只是为了拿到录影带。如果大山说出小曼的行踪，他可以帮两人签署豁免权，否则小曼可能会在监狱里度过一生。最后，大山不得不选择相信他，说出了跟小曼约定的地址。小米刚带着昏迷的小曼离开，他们便循着线索找到了小米的住处。在小米房间内，胡子发现了小曼写在便签上的那个电话号码，他尝试拨打后跟小米取得了联系。电话中他们谈定了一笔交易，小米交出录影带，胡子把大山交给他处置。没有任何意外，在当年汉尼拔的那个秘密基地，两人顺利完成了交易。拿到录影带的胡子长舒一口气，自己提心吊胆的过了9年，看着手机里妻女的照片，终于可以安心的享受生活了。
而另一边，跟过来的金姐从警方得知大山已经被胡子带走，于是，在小左的帮助下锁定了胡子的位置，在半路拦下了胡子。被金姐控制后，胡子还企图用他的前途做交换，但随后赶到的警察让他彻底失去了希望。他想到一旦自己的影像被公开，必定是万劫不复，更无法面对妻女。绝望面前，他选择了结束。金姐立刻让小左查询胡子的活动轨迹，查看他曾经在哪里做过停留，最后锁定了小曼的位置。此时，小米把大山关进一个房间，透过玻璃，小曼被绑在椅子上。他要实施最恶毒的报复，把小曼交给了3个戴着面具的壮汉。还好在最后时刻，金姐带着警察赶到，救下了小曼。但在对峙期间，小米宁死不肯放下手枪。关键时刻，小曼还是为他挡下了一颗子弹，最终唤醒了小米的良知。2个昔日的姐妹重归于好。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，但还有一个疑点没有揭开，到底是谁杀死了光头跟老白？在警方修复残缺的指纹后，嫌疑再次指向了大山。金姐立刻赶到大山家中，当听到这个结果时，大山彻底懵了，他完全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。金姐让他先跟自己回警局配合调查，然而就在他回房间拿衣服时，接到了小左的电话。接完电话后，大山立刻改变了主意。原来当年他在监狱被人殴打，甚至要置他于死地，其实都是尾巴买通了看守，要借犯人之手除掉他，为儿子报仇。大山怀疑这次也是尾巴在陷害自己，于是带着手枪来到尾巴家中。然而大山一进门，尾巴就报了警。等警察赶到后，他告诉大山 Si huyes, pierdes. Si te entregas, pierdes. Si me haces algo, pierdes. Hagas lo que hagas, pierdes. Y yo gano. ¿Cómo que tú ganas? ¿Qué es lo que ganas, Jaime? ¿De qué hablas? 然而尾巴什么都不说，现在他可以大摇大摆地离开这里。大山突然开口说自己当年就是要故意杀死阿伟，因为那是他自找的。这瞬间激怒了尾巴。Todo lo que he hecho para joderte la vida ha sido poco, hijo de puta. 原来当年儿子死后，他一直没能从悲痛中走出来，在监狱买凶杀人却以失败告终。出狱后的大山却能娶妻生子，这让他无法接受。大山过得越好，他的恨就越深。然而在小曼去医院产检时，他从同事口中得到了一个秘密：小曼隐瞒了大山曾生过孩子的事实。他猜想小曼身上一定藏有秘密，于是开始跟踪调查小曼。由此他发现了经常跟小曼秘密会面的艾玛，在跟踪艾玛时又发现了跟踪艾玛的光头，并亲眼目睹了艾玛被杀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本来受雇于小米寻找小曼的光头和老白，后面的所作所为都是受雇于尾巴。毁掉一个男人很容易，就是要拿走他的钱，抢走他的爱，最后夺走他的自由。于是他们让小曼拿走家里所有的钱去交换女儿，接着又让老白发送跟小曼在酒店的视频给大山。然而在计划实施期间，光头跟老白无意中识破了尾巴的身份，事情开始失去控制，他们变得贪得无厌，甚至向尾巴勒索50万欧元。尾巴在跟光头谈判时发生争执，失手杀死了光头。而很快他又接到了老白从酒店打来的电话，他认为这是个好机会，于是他先从大山的车上拿到大山的指纹，然后去地下通道跟老白会面，趁老白不注意将其杀死，再把大山的指纹印到了那把手枪上，一切天衣无缝。但由于当时太过紧张，残缺的指纹到现在才被复原。得知一切真相的大山怒吼着冲向他，如果大山开枪正是尾巴想要的结果，却被尾妈制止。 Tú no eres un asesino. Hijo, no lo hagas. 最终大山在尾妈的陪伴下走出了屋子，他获得了第2次重生，这得益于尾妈伟大的原谅，妻子小曼毫无保留的爱，还有金姐正义的坚持。最后每个人都获得了新生，金姐收获了她应得的荣誉，尾巴则需要在忏悔中寻求救赎。大山关掉自己的公司，开始去帮助那些重获自由寻求新生的人。艾玛在生前让院长保存了一封信，内容是他如何射杀汉尼拔，并将他抛尸大海的全部经过。原来他从开始就决定了用生命去保护小曼，包括为了保守小曼的身份选择跳楼自杀。虽然小曼前半生的命运是悲惨的，但跟小米和艾玛的相遇，她又是幸运的。现在小曼终于可以放下一切，用力拥抱新的生活。直到现在，她才真正拥有了自己从小就渴望并为之奋斗多年想要得到的一切。只有在这里，不需要任何东西就能让每个人感到快乐。